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房仲会故意做状况来叫人家不要用新青安，你猜猜看为什么？这个我们都听过了，答案是因为新青安要排队要排队，要等银行慢慢审，要干嘛啊？排队会什么？会导致交易的时间拉长交易的时间拉长会导致一个什么事情？会导致他拿到佣金的速度变久嘛？就这样而已嘛。所以就会各种莫名其妙的恐吓或者是什么，房仲就是这样，就是你就好好跟人家说人家有那个条件，就一定要做那个状况，然后让人家赶快速速结案。这种房仲签约起来就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用佣金为考量，当然大家都是佣金为考量。那以这个原 po 遇到这个房仲未看先猜，后面房子有状况他也不会去处理。为什么？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帮你买卖都完成了那怎样，他就不会去帮你处理。然后继而大家就要开始说房仲这个群体怎样，然后这个我们都看过很多。新青安结束后，房贷利率到底会变成多少？揭穿房仲误导，避免采购屋陷阱先说结论，新青安的利率标准是箱那邮局的2年期定期除今年利率不是银行说了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上次影片聊了高雄的2024房市如何，今天我来跟你聊说新青安结束补贴以后利率会变得很高吗？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我也是觉得蛮瞎的来，标题我念一下，新青安利率变可怕了，他买房签约被阻止，网急喊快换。那内容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原 po 说他看好一间房子，走到要签约的阶段，然后是他的首购，那他当然要用新青安他自己要住了。那房仲跟他讲说新青安明年会取消补贴利率，所以利率会直接跳到 3% 以上，所以不建议他用新青安。所以原 po 就吓到，就赶快跑来发文询问这样，你看这不是我们要黑房仲，就是说很多房仲真的是怪怪的然后会乱讲话，然后在网络被公审，他去找人家麻烦。OK， 如果原 po 有听信那个房仲的话，没有把新青安用掉，他也没机会用因为现在绑5年，然后新青安预计结案时间是明年的7月底。这个2024说补贴了74000间对，这里讲一个题外话，这个结案时间就新青安结束可能会变数最近有立委在质询财政部的庄翠云庄部长，新青安是否确定到期后会结束，有没有可能会续办？那现在这个说法有变化了说法是说等明年的3、4月才来做通盘讨论，才能够决定是否结束或续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蓝白砍预算会影响到，反正就这样。反正你现在有什么不满，你就说蓝白砍预算，也很诡异。好，我们讲回来就是说这个原 po 他没有去办新青安我跟你讲，他绝对会恨那个房仲，连带会恨到这个房仲这个群体你信不信？所以你要知道说政府不补贴以后它的利率是多少，我们就来讲说新青安的利率是多少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补贴以后是固定 1.775% 好，这个 1.775 怎么来的来，这是民国110年1月1日起新贷放条件按基准利率固定加 0.555%， 目前为 1.775%， 机动计息，大家都是看这一行，所以才会认说 1.775 这个数字。好，那等民国115年7月31号结束以后，就是会按基准利率固定加 0.585% 计算。那基准利率是什么？这上面有解释基准利率以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除金额度未达新台币500万元机动利率为基准利率。那就这张表画红线的部分，2年期定期除金的年利率是机动 1.720%， 那数字是从这边来的。也就是说新青安结束利息补贴以后的利率并不是银行说了算是用邮局的那个2年期定期除金年利率为标准去做增加的，所以它带起来的利息还是会比一般那边画爬 K 的那个房贷利息还要低。而且现在你只有办新青安才有机会去摸到那个40年跟那个5年宽限期。新青安真的还是很人道的走廊，怎么会劝人家不要办？我告诉你为什么，讲八卦的时候再讲。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找厉害的房仲。我未看先猜，这个原 po 找房仲应该就是说看到这几年房市大热就跳进来想要来赚钱的嘎嘎乱杀的菜鸟所以他没有搞清楚情况，就直接想说取消补助那就回归一般的行情吧，应该就是这样吧。然后就把之前客人去跟银行签利率签到 3% 的那个乱讲到这里，人家利率会到 3% 有他自己的情况然后你看就被发文就被公审了。那也证明说我们之前讲的房仲不是28法则，可是95法则就顶尖的那个 5% 的房仲厉害的程度真的很厉害。然后其实95%的房仲都比较平庸这样。那
房仲业的同仁们就精进自己啊，想办法去成为5%顶尖的房仲，其实这件事情就好了哦。像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啊，台北的那个销店哦，跟那个高雄的林店长哦，这个都不会发生的。你有要用新鲜，当然要用啊，赶快去用啊，你就不要乱搞啊，不要乱出租什么的就好。如果你要出租，他一定会帮你踩刹车，时候你就不要用新鲜，不然之后你很麻烦哦，就这样。所以我真的建议你说，你如果要找房仲来帮忙买卖房子，要找厉害的房仲，不然你就整个过程，你想说人家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哦，他应该很专业吧？没有，他没比你专业到哪里去，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就这样。结果你让他去控盘你整个买卖安全，这是怪怪的，怎么看都怪怪的。因为买房子这件事情哦，太个案了哦，太复杂了，它涉及到了很多人、很多方哦，房仲方、买方你自己的条件哦，卖方他的状况哦，然后银行现在的条件，还有很对政策，然后有代书嘛，所以不是说什么你只要照什么 SOP 就绝对保证不会出问题，而是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问题。此时哦，房仲啊哦，就是从头顾到尾的。你那个买方你见不到卖方，卖方也不想要去见那个买方，从头顾到尾的就是那个房仲，那个代书就签约被叫来，他还在家里看他八点档，突然被叫来哦，就这样，然后银行就做他的生意，他哪有管哦，所以从头到尾就是那个房仲在顾那个盘面，房仲真的是特许行业哦，那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经验丰富的话，他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希望他没事，你知道。所以他不会给你出一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招，这样大家后面都很麻烦。也就是说，人家讲的房仲会怎样做状况哦，做状况不用去搞那个了。那有经验厉害的房仲会好好的跟你讲，然后把你的东西问清楚。那个有病不满医哦，所以你不要被胡诌自己的那个财力的状况。到时候他就用他的经验哦，他过去数百件帮客户评估的都有过，到你这边没有过，然后你还怪人家。OK， 反正就是出问题之前，他就先解决掉哦。这就是人家讲说善战则无赫赫之功，就是这样。你觉得他没在做什么，好像没帮什么忙，没有，他帮你平掉很多未来可能会瞎搞、会爆炸的地方，他叫你不要弄哦，或者就帮你挡掉哦，就这样。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他听完你的条件以后，他就跟你说，那个我帮你联系一个银行的某个窗口，就这样，具体到某个窗口，你这个条件他应该才愿意去做，然后怎样怎样，让你觉得说这好像没什么，你就打个电话而已啊，哦。你的钱那么好赚哦，这中介费怎样怎样？可是厉害的房仲就是这样，你也可以自己去撞5、6、7、8家银行，然后你也不懂说什么不要拉脸证，然后你他妈人家爱拉就拉，然后你就爆了哦，就各种情况我都听过了。厉害的房仲就是这样，就直接你找他其他就好了。代书问说那要找哪一间贷款，然后那个房东直接帮你讲说已经有安排好了，就找那个谁谁，然后那个代书也知道就是他，好，那就这样。如果你可以找到这种房仲，就是说你也觉得他没做什么事，可是其实整趟走起来都很顺畅。我跟你讲，那个就老鸟哦，那个就是经验丰富哦，那你可以考虑跟他长期配合这样，因为以后你要换房子，你要买卖，你找他，他也是帮你划开喝谁喝谁，你不要找一个整天状况都很多莫名其妙的房仲这样，然后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他后来就转行了，因为这种看到房地产大热，然后房仲很好赚，就冲进来要赚钱的人，就很炒短线的人呐、现在房地产不好赚，他又跑掉了，就这样。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
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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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房仲会故意做状况来叫人家不要用新青安，你猜猜看为什么？这个我们都听过了，答案是因为新青安要排队要排队，要等银行慢慢审，要干嘛排队会什么？会导致交易的时间拉长交易的时间拉长会导致一个什么事情？会导致他拿到佣金的速度变久嘛，就这样而已嘛，所以就会各种莫名其妙的恐吓或是什么，房仲就是这样，就是你就好好跟人家说人家有那个条件，就一定要做那个状况，然后让人家赶快速速结案。这种房仲签约起来就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用佣金为考量，当然大家都是佣金为考量。那以这个原 po 遇到这个房仲未看先猜，后面房子有状况他也不会去处理，为什么？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帮你买卖都完成了那怎样他就不会去帮你处理。然后继而大家就要开始说房仲这个群体怎样，然后这个我们都看过很多。其实现在不用去威胁人家说或什么不要去办新签，原因是其实现在你找对那个窗口不太需要排队，真的是不太需要排队。即使是在那个贷款最赶最紧的时候也还好，不太需要排队，是评估的时间变很久而已。我们做起来还是顺的，我听我前辈他们讲，他们窗口还是很顺的。我们72之2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为什么有那么严重吗？我们自己在现场看，觉得说，其实也还好，真的是还好。你的条件也 OK， 你不要去做什么莫名其妙极限操作的话，其实在房贷最紧的时候也都还好，就不知道到底是谁被卡到。然后新青安要排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就这样，水位的问题嘛那今年有新的水位，反正就这样。所以奉劝一下，如果遇到房东叫你不要办新青安，你有没有跟人家讲清楚？你说你想用新青安，你的情况是怎样？如果你说我是想要出租那我用新青安来买，然后你帮我去叫那个租客不要去报租补让我被爆掉，那就另一回事。总之就是说不要供了然后这个新青安的利率就看你，如果你真的是要自住的，那你就用吧那你就记得你也不能有出租的行为因为你一出租你防守不了那个租客给你去报租补，然后你就爆掉。OK 如果你就是要出租，因为人生会变化，你会不会调到哪里去，调到怎样，那你的房子到时候要怎么办？换银行贷，你就转贷的话一样用首购，可是你要知道你新青安就没了你的优惠利率宽限期什么那就要重谈因为你在转贷到下一家银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原来那一笔新青安怎样就都结掉了嘛，涂销掉了，所以新青安它就达成它的阶段性任务咯，这个政策在你身上就已经有落实了它帮你上了首购的这台车，那你就不要再哭说为什么那个接下来的利率有变高，没有，那新青安也完成它阶段性的，谁叫你要出租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新青安我再讲一个东西，新青安可能是
未来10年、20年里头门槛最低的贷款方案。为什么？因为它搞出太多乱象了，你不觉得吗？什么房地产飙涨啊，或者怎样的，然后那个月薪3万块，新青安给他贷1000万的这种事情。然后最近的新闻不是在那边讲什么台湾银行200%收支比吗？那这很明显，这表示什么？表示说过去的新青安真的是宽松到爆。未来如果会出现一个什么新青安 Plus 新青安 Ultra 之类的，有了没的，新青安 Pro Max， 它应该都会很严格，不可能再放给大家那边月薪3万块，贷款给你1000万，然后给你40年，给你5年块钱钱，不是等着重演一次这个祸事吗？所以新青安它是有落日截止时间的。然后这次目前我们看起来，那个蓝白3预算好像跟这个新青安没什么关系。所以啊，如果你是自住40你也没有那么搞偷出租或者怎样然后你也不是说什么什么，然后骗人家用人家首购人头怎样的话，你是自住你就自己要用的，然后你有信心，你继续用啊，对啊，你就去用啊。如果你是自住，你没有出租，你继续用啊。为什么？因为以后出来的那个新青安 Ultra 它条件不会有现在宽松，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不然呢这次出新青安74000户然后就被他骂成这个样子，骂说什么什么政府炒房，搞成这个样子。选是选完的啦，可是它的副作用代价如此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第6波新闻管制打出来，大到第7波新闻管制打出来，然后大到一堆这个叫做精简就是银行的高装检就对了啊。不干呢，未来在下这个政策一定会记得这个前车之鉴，就是新青安 Pro Max 要是被推出的话，绝对没有像现在那么爽的，我跟你保证。换句话说，现在就是限量又绝版的新青安，你赶快用啊！如果你确定你要自住，你看我一直强调说你要自住，是因为新青安是真的会抓你有没有出租给人家，你就不要去干这种事情。这是政府要让年轻人上车的美意，而且可能是最宽松的时期，你能用你就用吧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了，有一种人有撞到状况他在最近要交屋，然后他是打算用新青安交屋，然后又那个建商配合银行又是台湾银行，然后台湾银行现在又搞了一个收支比200%，然后卡到他，有这种事情，但很个案啊。新青安8大关股都会做呢，都可以做呢。台湾银行，那你去问问看台企银啊，这种银行都有怎样？它有政策的目的、政策的使命在身上，他不想做他也要做啊，不然以新青安的那个利率，那么谁要做？就是这样啊。你看私人民间银行是不是？你条件比较不好所以我的利息要高一点然后那个买方好吧，那我就吞了嘛那反而这个民间银行的条件是比较好谈的，然后利率比较高。民间银行撇除那种根本不缺案子的国泰玉山是什么，就是那种比较小间的，你比较不知道的那个银行他们的房贷还是可以走得很顺利的。就这样新青安成也新青安败也新青安。新青安看起来是真的是应该是未来10年20年最容易上车的这个贷款条件。如果你确定你要自住，你没有要出租乱搞的话，当然要用。为什么不用？